新年第一天玩点朋友们感兴趣的，把这盆大板松制作一下，主要是定制定型，再对它进行放养。这一面为素食强势面，把这个枝作为漂枝，像这种枝生长大约5至6年时间，设枝发育不是很好，网购的地养桩基本都是这样。先确定一下这几个轮生枝的去留，这个枝与漂枝在同一水平上，先把它去掉。这个枝是典型的叶枝，整个弧形空间全被它堵塞了。像这种枝，即使缺枝也不能留，留下就是败笔。截掉这2个枝，突出了漂枝的地位。最主要是这个空间变得敞亮，主干的曲线显露出来。再看看这个树桩的整体，整个枝的流向还基本统一。这个大漂枝的出枝位比较好，这也是我当初为何花2000多块钱把它买下来的原因。对这个大板松主要是做空间布局上的整形。选择这个漂枝为临风强势面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根的生长方向比较好，根的抓力感特别强，正好与主干的凸面和漂枝相反，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。这个根在养的过程中要把它逐渐露出来，现在只是形成一个基本的生长方向，不见根盘的霸气。制作前要把这些结口修整好，这个季节修整是最合适的。像大板松之类的松树，这个时候树叶流动慢，像这种结口流油也不会很多，把它修到位，愈合后不影响主干的美观。把口封好，这种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封口泥，与流出来的油混合之后，干了就很难脱落。枝干在攀插前，先要把布条缠好，缠布条有利弊，缠可以防止攀插整形时伤劈层，弊在于组织了枝干的出芽，因此制作加工一定要等侧枝基本出到位，再缠一层胶带，增强它的保护强度。先把这个漂枝和这个枝定好位，主要是漂枝，这个漂枝是整个枝定位整形的风向标，把它定好位，对其他枝整形就有了参考点。用5号铝线，一线2枝缠绕是最方便的。盘扎是对枝条定型，形是否定得好，关键在于铝丝的缠绕方向。盘扎与吊拉一样，讲究铝线的受力点，缠绕的方向与枝的流动方向一致，缠绕出来就会干净利落，也比较自然。5号铝线有点粗，一定要缠紧，松了无法定位，也容易损伤劈层。铝线的端口要收紧，边扭边弯，用力要均匀，给枝干一个受力适应的过程。这不能凭力气，用力太猛，咔嚓一声就白费了。基本能弯到位，再用铝线辅助吊拉一下，主要是把出枝点短距离拉弯，受力点不能过长，垫上一个小木块，防止受力线丝。拉的受力点要找准，吊拉到位，枝干的其他部位也进行同步加工。力度不够的都可以用铝线辅助吊拉一下。做这种操作少了扳手有点累，也不顺手。好了，这个漂枝基本定好位，
对其他的枝也做调整，上下左右以漂枝为参考点。对枝定位要从四面看，空间布局是全方位的。枝的流向要统一，流向一致是盆景动感形成的关键。对上部的枝进行盘扎整形时要注意，这些枝形成的时间不长，用力不大，容易折断。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布条包一下，使来回运动一下，使枝条变软。当枝整形完成，再对整体进行调整，主要是调整枝之间的协调。把侧枝调整到既定的生长方向，除了强势枝，尽量的不要做修剪。像这种半成品的生树，枝条还有待生长和闭芽，不要急于把枝剪到位，那样更耽误时间。松树不同于杂木，它的生长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。朝上的强势枝要把它剪短。松树不是一次制作就能成景的，定一个基本轮廓，边养边调整。完松玩的是时间，这主要是靠松树的自然造法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连功。好了，关于大满松的制作，今天就聊到这里。我是三元龙茶，祝朋友们节日快乐，下期见。